那先就最简单的嘛，我们就先从这个环境开始。那就像我前面讲的，实际上在现实中看到过很多其他团队来做这个端到端测试呢，其实大体是这样的一个效果。不管是哪里吧，几个问题啊。第一，开发人员不太能够在提交代码前运行端到端测试。那当然了，这件事情有很多原因，比方说我这里列举的一个情况，就是因为他们用了一个共享的测试环境在运行。你像这种共享的测试环境，就意味着有一个人在运行测试的时候，有可能它会影响其他人，就你同时运行肯定是有问题的。那么更何况绝大部分团队，如果他试用一个共享的测试环境在运行测试的话，端到端测试的话，它很有可能流水线或者说我们讲 pipeline 上面运行测试也要用到那个环境。那么以此就导致说，你如果在流水线正在运行的时候，你还有个开发人员如果也运行同样的测试，很有可能导致流水线都失败了。所以通常来说，结果就是其实开发人员在提交代码之前没有办法在本地运行端到端测试，这其实是个蛮严重的问题啊，或者说我们讲痛点。那么左边这张图呢，其实就是讲了这种情况，就他先提交代码，就对他开发人员来说，他只能提交代码了，他没办法运行嘛。所以代码上了流水线之后，流水线会去运行测试。那么这个时候，共享的环境里面通常会包含数据库啊、什么 Redis 啊，所有这些就是跟你整个服务啊、环境部署相关的一系列的这样的环境依赖嘛，对吧？那这是个常见的现象。那在我说，其实这个痛点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就我们不管是写单元测试还是写端到端测试啊，有一件事是，大家应该理解，说重要的是，不管你写多少测试，重要的不是写多少，而是反复去运行。当然了，写数量也很重要，但是如果你写的测试只能在流水线上面运行的话，这件事情这个测试本身的意义或者它的价值就已经大打折扣了。因为本身自动化测试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我可以通过运行自动化测试，第一时间更早的发现我代码有没有影响现有的功能嘛，对吧？就所谓保护回归问题的产生嘛。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运行的越少，这个价值就越低啊。那当然了，我们希望实际情况应该是什么样呢？理想情况应该是这样的，不叫理想了，就应该是这种情况。开发人员在代码已经 ready 的情况下，他可以先在本地运行这个测试。那么在右侧来说呢，他在本地运行这个测试的时候，我们怎么启动环境呢？我们通常来说就是通过 Docker 这样的手段，把我被测的，比方说被测的这个，我们讲 API 测试嘛，API 端到测试，那它自然是就是说我把被测的这个服务运行起来，同时呢，我会把这个服务所依赖的这些数据库啊、Kafka 啊、Redis 啊这些所有的依赖都用容器的方式启动起来。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启动起来之后，当然还有一些环境上的设置之后呢，我们就有条件把被测系统、被测的这个服务也启动起来。然后呢，我们再运行我们的端到端测试，然后把所有这些全部测试运行完，它所有这一切都在本地的电脑上就可以运行。那么如果一切没问题了，那么开发自然就有信心，更有信心提交这个代码了嘛，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开发就可以提交代码。当代码上了代码库之后，那么自然还会触发流水线。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有一套相当独立的环境，所以说流水线本质上和你的本地电脑没有任何差别，对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既然没有差别，我就很容易在流水线上用同样的方法和本地的环境一样来搭一套，就运行一套那个端到端测试的环境。那么然后呢，在流水线上就会实现说我用本地一样的办法来运行测试。那就是说，相当于流水线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它不存在一个什么共享的环境啊这样的事情。任何时候，流水线的运行都不会影响你本地运行端到端测试啊，这是我们期望的效果。那么，呃，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就实现了这样的机制，所以在我们的项目里面，我们就会很好的实现这一套。我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啊，我切到我的代码上啊，呃，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例子其实是我之前辅导过的一个项目的例子。然后呢，这个例子本身就
就是一个我们讲我们用了容器化的技术嘛，那我这里其实用了 Docker Compose 这个就用了 Docker Compose 的文件 YAML 的格式，那这个文件本身就定义了我们这边所有我这个备测服务它所依赖的服务，比方说大家可以看到，在运行的时候我需要一个 MongoDB，对吧？然后呢，我通过这个指定镜像啊，包括配置一些环境变量啊，就可以把这个容器，包括它的端口，就可以把这个容器很好的启动起来。然后呢，同理，我可以在本地启动 Redis，我还可以启动一个 mock server。那通常来说，这样的 mock server 我们是用来把一些外部的依赖打桩打掉的。那么当然这里大家如果没有外部依赖，你可以不需要这个。那么然后常见的，比方说你还用到了一些卡夫卡，对吧？那我们也会把卡夫卡启动起来。那卡夫卡相对看起来配置复杂点，但不管怎么样，无论你用哪一个依赖的服务，你都可以找到它对应的 Docker 容器，然后把它起来。在你本地，只要把环境设置好，你就可以有一个完整的依赖环境，你就不需要说依赖一个中央的，比方说数据库啊或者中央的卡夫卡，你跟别人一点影响都没有。那这是其中的一点。第二呢，那我理解大家其实工作中比方说后端经常会有别的微服务嘛，是吧？那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你别的微服务你也可以用到说我们这个，比方说容器启动。那你像我这个项目里面呢，它其实用到了另外2个微服务，一个叫 Gateway， 那 Gateway 大体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它就是做一些验证授权的事情。那么这样的一个服务，我们其实你看啊，它启动的时候它只需要 Gradle 和 Java， 对吧？然后呢，我可以把对应的代码 mount 到这个容器里面，然后启动的时候 Gradle 自然就会运行 Gradle boot run， 就是把 Spring Boot 起起来就可以了。那同理，我们另外还有个 config server， 它也是做一些配置相关的嘛。那大家做过 Spring Boot 都会了解一下啊。它其实 Spring Boot 本身有一个 config server 的机制。那么我们其实就是用这个，也是同样的，我们用 Gradle 把它跑起来。那么你看，就是说这个项目不复杂，但是实际上呢，我其实就可以，不管是把我依赖的，我备测这个服务叫 onboarding 嘛，那么不管是把我这个备测服务依赖的这些什么数据库啊、Redis 啊起来，我也可以把它依赖的其他的微服务起来，这样就不存在说我其实这个服务在运行的时候，它基本上可以触达所有实际真实的代码，即便是它依赖的微服务都可以。这其实就是我所说的如何使用容器化的手段在本地启动一个这样的一个服务那这个大体就是这样。然后这件事来说，其实我们我想其实怎么讲呢？就是说其实很多团队我刚开始辅导的时候，他们其实并不觉得这事儿很重要，觉得说端端测试一个环境就行了。但实际上我们发现你共享的环境、共享数据有很多问题。那我们后面讲到具体如何准备数据的时候，我们会再提。